你有穿过 Superdry 吗？这个曾经被誉为是竹科园区制服的品牌呢，最近居然传出了濒临破产的消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Superdry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讲到 Superdry 不少人呢应该马上就会想到极度干燥这几个字。从2010年代呢开始 ，Superdry 就在全球爆红。这个著名的 logo 加上混搭设计的风格，曾经引领世界潮流，大咖明星艺人都在穿。在台湾Superdry 的衣服也曾经是大街上面随处可见，但是没有想到，没过几年它销量就大幅的下滑。2020年还一度退出台湾市场，而且这个没落的状况不是只发生在台湾 ，Superdry 的全球销量都遇到了打击。14年前上市的时候，估值本来高达了4亿英镑，现在居然只剩下500万英镑，还传出了濒临破产、即将要下市的消息。这也差太多了吧 ？Superdry 当年是怎么样红起来的？现在又是发生什么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试过自己做网站吗？如果你觉得做网站很难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用过 Odoo。Odoo 呢是一家总部在比利时一站式管理公司业务的全能软体。他们免费的网站制作模组加入了 AI， 你只要简单回答问题 ，AI 就会根据需求提供最适合的范本。而且就算你不懂设计只要脱译内容方块，也能够做出超专业的精美网页。如果想要调整版面加特效动画，也只要在后台按一按就好。现在 Odoo 还有整合 ChatGPT， 自动帮你生成网页的内容、润饰文字，创建网站呢轻松又快速。无论你想要帮公司或是自己做网站 ，Odoo 都值得一试。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赶快去试用吧。Superdry 成立于2003年，因为它的品牌 logo 上面有日文元素，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日本品牌。但 Superdry 其实是英国人创立的，它的创办人是邓戈顿还有霍尔德，一个热爱复古服装，一个很喜欢日本文化，因此决定共同的打造这个集合东西方文化元素的高端休闲服饰品牌。那为什么一个英国品牌会取名叫做极度干燥呢？原因其实也蛮荒谬的据说呢是2位创办人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喝到朝日啤酒的 Superdry 啤酒呢，喝一喝觉得哇这个啤酒还蛮好喝的，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当做自己服饰品牌的名称。感觉真的是喝了不少。然后呢，他们把 Superdry 翻译了一下，得到了极度干燥这几个字。从此呢 ，Superdry 这个中英日混合的 logo 就诞生了。不止 logo，Superdry 的服装特色呢，主打英国设计、美式风格、日本精神，所以旗下的服饰不少都是由美式复古的刷旧设计，搭配日本的印刷织物为主要风格。不过 Superdry 刚推出时呢，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回响，直到英国足球球星贝克汉的神助攻，才开启了 Superdry 的爆红之路。Superdry 爆红的原因呢，跟名人效应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Superdry 成立初期很少打广告，也没有找明星代言，所以在市场上面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在2005年呢，英国足球球星贝克汉自发性的在一本年历的封面上面穿着 Superdry 的 T 恤拍照。当时这一波免费曝光，直接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品牌知名度大增，连创办人自己都吓到。而这样的事情呢，还不是只发生了一次2年后呢，贝克汉被媒体拍到穿着 Superdry 的皮外套走出机场。这张照片让 Superdry 的同款皮外套呢，在2年间卖破了7万件。同步也带动了 Superdry 其他商品的销量，像是复古 T 恤牛仔裤和外套的需求也逐渐飙升。而且不止贝克汉Superdry 呢也成为了不少明星私服的爱牌，像是歌手小贾斯汀或者是演员凯特温斯雷等明星都曾经穿着这个 Superdry 的衣服到处走，这让 Superdry 声名大噪，忽然窜起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潮牌之一。那除了名人效应之外呢，有分析师指出 Superdry 的品牌风格也成为了它爆红的原因之一。例如 Superdry 的复古设计呢，就吸引到了喜欢二手服饰但又不喜欢穿旧衣的这个族群。再加上呢 ，Superdry 独特的中英日文混搭 logo 也获得了不同市场消费者的喜爱，让他们成功打进了不同的客群当中。而在 Superdry 爆红之后，他们为母公司 Super Group 带来了1.39亿英镑的年收入。2010年的3月呢 ，Super Group 更以3.95亿英镑的估值上市，还成为了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一家在英国股票市场上市的零售公司。那在英国大获成功之后呢 ，Superdry 也很积极的开发海外市场，在台湾也掀起了这股 Superdry 的风潮。Superdry 呢，大约是在2010年代初期进入台湾市场，
透过品牌 logo 上面的中文字极度干燥，再加上前几年贝克汉等等明星的加持，让 Superdry 呢很快的就在社群上面爆红。而其中讨论度最高的商品，绝对是主打防水防风的风衣外套。有网友分享Superdry 爆红的那几年呢，竹科园区里面随处可见穿着 Superdry 外套的人，也因为这样子Superdry 呢还被戏称为是园区制服、国民制服。后来呢，也因为 Superdry 的这个 logo 实在太有特色，延伸出了不少恶搞的商品跟现象。例如网络上面有 Superdry 极度害臊的 T 恤，也有网友抛出自己的这个 Supermatic 极度焦躁的 logo 等等。那虽然呢，大部分都是博君一笑的恶搞，但都显示出 Superdry 在台湾的高人气。不过很遗憾的是，这股盛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在爆红的同时，消费者不满的声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消费者对于 Superdry 的抱怨大致可以分为商品本身和品牌价值的问题。首先以外套为例有些人认为 Superdry 的外套呢，在台湾的定价动辄是5-6千块起跳，但穿上之后呢，觉得不太保暖，批评这些外套的性能跟价值不符 ，CP 值太低。另外，在2017年，还有一名男大生穿着 Superdry 的外套骑车上合欢山，就有室温差点冻死的新闻。那虽然事发的原因有很多的可能，但是社群的讨论都集中在 Superdry 外套的防寒性能不佳上面，让不少人呢对他们的产品性能有质疑。而再来呢是品牌价值的问题前面提到 Superdry 的自我定位是高端潮牌，瞄准的呢是有对自我风格要求的消费者。但是可能呢，在爆红之后太热销，所以呢，也有人抱怨走在路上呢容易撞衫啊，甚至还有大量的盗版商品在市面上面流窜的问题。那这种几乎人手一件的情况，让有些人觉得 Superdry 的品牌价值变低了，购买意愿也因此下降。而且这些问题其实不只是在台湾发生同一时间 Superdry 在全球的声势跟销量都在下滑当中。2019年 Superdry 的财报显示，该年度的税前基本利润下降了 56.8%。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不少分析师指出，Superdry 的下滑可能跟它的品牌价值下滑有关。像是根据英国卫报，2010年 Superdry 在全球拥有80家特许经营店，但到了2016年底 ，Superdry 的财报显示，全球品牌专卖店呢已经扩增到了555家，6年内就翻了将近7倍。那有品牌策略师表示虽然快速扩张不一定是坏事，但因为 Superdry 的定位是高端潮牌，当商品变得随处可见、稀缺性降低的时候，那原本这些追求时尚跟独特性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品牌的吸引力下降，转而去购买其他的品牌。另外 ，Global Data 的服装分析师也指出下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商品设计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他们一开始是主打复古而走红但是在爆红之后呢，好一段时间的设计风格变化不大，逐渐被年轻的消费者呢认为是样式俗气不酷了。也因为这样子Superdry 的消费族群逐渐的年龄层上升，甚至呢被称作是爸爸品牌。不过，上述的这些扩张速度跟风格调整挑战，其他品牌或多或少也有遇过类似的问题。Superdry 状况特别严峻的原因呢，可能还是跟他们的公司内部异动有关系。2014年前呢 ，Superdry 的 CEO 是品牌创办人之一的邓克顿，而当时邓克顿最鲜明的经营策略之一就是很少打折。邓克顿认为把价格定得平时才能够巩固 Superdry 的品牌价值，并且确保品牌收入稳定。所以，即便呢是在买气最旺的圣诞节Superdry 也不会大打折扣。曾经是英国唯一一家这样子做的服饰店，甚至呢某些明星商品卖完就不再版，没了就是没了。这样子的策略呢，当然多少会让公司少赚钱但是 Superdry 呢，在前期确实靠着这样子累积出了一群拥护的铁粉。但是在2018年之后呢，邓克顿离开了 Superdry 之后 ，Superdry 的营运策略就有了改变。新任的 CEO 为了冲刺营收，开始了一连串的新策略，比如说重新推出当红的明星商品，并且透过大量的打折来刺激买气。报道指出，Superdry 一年52周里面有48周都在打折。2018年呢，只有52% 的服装呢以全价售出。另外，他们也积极的开拓新的品项，除了经典的外套、帽 T， 还推出了鞋子、童装、水壶、铅笔盒等等各式各样的新产品。但是这个策略呢，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效。Superdry 的销量跟利润都没有改善。2018年的股价呢，甚至因此跌了夸张的70%。当时 CEO 表示，利润下跌是因为天气变热，再加上生活成本变高，才影响到消费者的购物意愿。但是不少分析师认为问题是因为 Superdry 这一连串操作呢，影响了既有的高端品牌形象。但是要比便宜快速又比不上快时尚品牌，造成了品牌定位混乱，失去了股东们的信心。不只是外界质疑就连前 CEO 顿克顿也表示真的看不下去了，公开质疑新 CEO 的经营策略，害 Superdry 陷入危机，并且在2019年他成功回国 Superdry 担任 CEO 的职位，开启了整顿的计划。
邓克顿重新上任之后呢，进行了几个大的改变，希望能够重新的形塑 Superdry 的这个品牌形象。首先呢是取消了原本的折扣策略，并且统一全球的商品定价，让呢海内外的这个商品的定价一致减少因为价差而出现的水货盗版商品流通。另外，他也喊停了童装等等不同的商品支线，试图呢把重心回归到经典的帽 T 夹克商品上面。再来，邓克顿呢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品牌重新定位，把全球的品牌视觉从极度干燥变成冒险魂。而且为了解决扩张太快的问题，甚至关掉了很多家的海外分店，再用呢更谨慎的方式重新开始展店，希望能够让这个品牌重新出发。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呢 ，Superdry 曾经一度的退出台湾市场，然后在几个月后才再用冒险魂卷土重来。那这些做法有没有用呢？根据 Superdry 财报显示邓克顿回归之后，虽然销售额一度攀升，但状况还是不够稳定，股价也持续的下探当中。到我们截稿为止 ，Superdry 的市值只剩下500万英镑。2023年的时候呢 ，Superdry 还分别将南亚跟亚太地区的业务卖给了印度跟韩国的集团。而在今年初 ，Superdry 表示，由于获利不佳，公司有可能会面临破产危机，急需全面重整，并且很有可能会在今年7月从伦敦证券交易所下市。不过，台湾 Superdry 代理商呢也有发声并指出，因为目前亚太区的业务在去年底转售给韩国的集团，因此目前营运不会受到影响。做这一集内容的时候呢，会想到当年 Superdry 真的超级红，走在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呢，自己就有好几个人买过。但是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呢，忽然就看到这个品牌即将下市的消息，真的是让人蛮感慨的。Superdry 的衰退，除了大环境的问题之外呢，从大家事后的分析来看，也跟他们前任 CEO 做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并不是时尚产业的专家，只是我们想象自己如果在他的位置上面，面对快时尚跟高端品牌的夹杀，又要对公司的营收成长负责，要做出正确的决定，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能说，商业的世界实在非常残酷，就算是一个那么红的品牌，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里面，崛起跟衰退都是很快速的事情。那当然，就算真的下市也不代表说 Superdry 会完全的结束营业，也有可能会进行私有化或重组，用新的方式存活下去。而不论如何呢 ，Superdry 曾经掀起的潮流热潮和独特的品牌风格，已经确实的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了。那未来会如何，就让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吧。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对 Superdry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还蛮喜欢的，觉得他们的 logo 跟商品风格都很独特，比普普通通，久了就没有什么新款式，没有兴趣。C 我觉得不太行商品 CP 值太低了，我不太喜欢。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Superdry 的兴衰史。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One Boy 以及 Shein。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